赖清德近日就对印度总理莫迪表示，期待与印度加强在半导体科技等领域的实质性合作。而正率团窜台的捷克参议员副议长毫不掩饰，此行目的就是推动双方的所谓芯片合作。民进党当局以芯片谋独，企图掏空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家底。由参议院首席副议长德拉霍斯率领的捷克参访团10号抵达台湾，开展为期6天的窜访行程。期间将与民进党当局高层会面，当中的重头戏则是出席所谓台北捷克中心的揭幕仪式。该中心是隶属捷克驻台北经济文化办公室的新机构。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窜台的第2个西方国家议会代表团。捷克的相关的参访团，其实是与美国的相关的议员的窜台的目的有它的相似性，都是要在政治、经济或别的方面与台湾方面加强相应的勾连。那么这样的一种相应的勾连，其实也是对一中原则的一种冲击与影响。外界认为，这个参访团行程包括一场捷克半导体商机说明会，这暴露了他们窜台的真实目的。根据捷方说法，他们希望获得发展半导体产业的经验，并很欢迎台积电等半导体公司前往捷克设立研究中心。事实上，蔡英文当局在过去8年执政期间，台积电等台湾半导体产业巨头就获批前往美国、日本、德国等地设厂，成为蔡当局与这些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重要手段。如今，赖清德继任后也继续推动以芯片谋独，企图在外事领域寻找突破口。在本月初的印度国会选举中，莫迪领导的人民党以惨胜的结果保住执政地位后，赖清德随即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祝贺，宣称愿与印度强化在经贸、投资、半导体科技等领域的实质合作。而莫迪没过多久也回复称，很期待台印之间的关系更紧密，并以所谓总统称呼赖清德。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台湾地区没有什么总统，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印方对此有严肃的政治承诺，理应认清、警惕并抵制台湾当局的政治图谋。中方已向印方提出交涉。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谢楠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在新冠疫情期间，当时蔡英文当局就企图推动疫苗换芯片，但由于高度敏感，所以并未被舆论炒热。如今赖清德企图继续将半导体产业作为谋取当局政治私利的工具，可能未必会有利于台湾地区自身利益。民进党当局显然是加大了利用半导体这张牌，试图与更多的国家进行相应的利益的交换，来拓展自己的对外活动空间，尤其是希望通过以这样的形式强化与外部经济体的勾连，来推动台湾的产业链整体的向外转移。但是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对于台湾自身的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来讲，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台湾的自身的半导体产业虽然有它相应的竞争力，但是如果持续的向外流的话，最终会使得台湾的产业的竞争力受到相应的影响。据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统计，该国2022年半导体市场规模约为156亿美元，而同期越南的半导体市场规模约为172亿美元。虽然规模不及越南，但莫迪政府提出了要在2026年达到630亿美元的计划，这意味着每年需增长约119亿美元才能完成计划。因此，近年来印度政府加大寻求外援的力度，大力打所谓价值链牌。据今年3月，印度铁道、通信以及电子和信息技术部长阿什维尼·维什瑙的说法，印度正将自身视为整个芯片领域值得信赖的价值链合作伙伴，希望在未来5年跻身到世界前5大半导体生产国之列。借力美国印太战略，印度芯片产业获得美国的输血。印度政府加大补贴力度，引导印度本土的财团大力投资，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国际半导体产业界普遍认为，基于半导体产业对产业链协作的极高要求，印度仍面临巨大挑战。实际上，许多外资企业在进入印度后，很快便发现这里并非想象中的乐土。其中，台资企业在印度的遭遇尤为引人关注。和硕、伟创、富士康等台湾地区知名企业都曾在印度有过大规模的投资计划，然而这些计划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例如，来自台湾地区的企业伟创，在民进党当局所谓新南向政策的路径下，希望发展成为美国苹果公司在印度的重要代工厂商。但2023年，在深耕印度市场15年后，伟创从最初的满怀希望到最终失望撤退。伟创在印度市场的经历充分暴露了印度制造业的短板。一方面，印度的劳动力素质参差不齐，难以满足高端制造业的需求；另一方面，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电力、水源等基础保障不足，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营。在2020年，还曾发生过因劳资纠纷导致伟创位于印度南部萨普尔的工厂遭到约2000名工人及民众的打砸的恶性事件，生产线和车辆被毁坏，数千台 iPhone 新手机被偷走。而富士康的撤退则更加引人深思。2022年，富士康的母公司台湾鸿海集团和印度跨国集团维丹塔签署备忘录，双方将斥资195亿美元在印度建造芯片厂。然而，随着项目的推进，富士康逐渐发现印度市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政府承诺的财政补贴迟迟不到位，政策执行力度不足，以及当地市场的种种不规范行为，都让富士康感到难以承受。去年7月，鸿海集团发布声明称，已退出相关合资企业。有西方希望印度能够部分替代中国大陆的产业链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岛内的相关业者而言，他们在印度投资的记忆是并不那么美好，相当多的台企在印度的投资是谈不上成功的，甚至失败的。因此这样的一种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就会产生我们所看到的比较大的温差。而未来能不能如台当局所愿，我觉得恐怕还要看台湾业者相应的态度。谢南表示，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如果任由民进党当局将台湾半导体产业当作牌来打，当作可以进行交换的战略资源来用的话，那么即便家底再丰厚，也会经不起折腾，更会让外部势力有机可乘，进一步掏空作为护台神山的半导体产业。据英国卫报报道，欧盟委员会预计本周将披露对中国电动车征收临时关税。实际上，欧盟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受到欧洲当地企业的反对，一些汽车巨头担心这将损害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利益，进而破坏全球供应链的良性竞争。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欧洲政治正在急速右倾，这可能将反映在未来欧盟的政策中。据英国卫报9号报道，欧盟最早或在12号披露对中国电动车征收临时关税。据悉，7月4号之后，欧盟委员会将有4个月的时间与成员国协商，决定是否将临时关税变为永久性关税。最终的永久性关税将于11月确定。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号表示，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的实质是贸易保护主义，欧方在调查中存在许多不合理、不合规的做法，指控的所谓中国补贴项目也根本站不住脚。如果欧方一意孤行，中方绝不会坐视不管，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于欧盟这番保护主义举措，其所谓受益对象们似乎却并不买账。宝马、大众、法拉利等众多欧洲车企纷纷反对，并开始担心这种做法是否会带来负面影响，损害汽车产业内以及全球供应链内的良性市场竞争。China alone is almost as big as if you put Europe and United States together. So it's not a surprise that also for our vehicles, also at the upper end, China will have a dominant position. If you look at wealth growth in China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decades, it has been significant, and more people are coming into the group, the buying group. China, in absolute economic terms, remains a dominating force that is important for us. 欧委会去年10月提出调查中国电动车的想法，但这引发内部争议。一方面，以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为代表的人希望提高关税，以遏制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保护欧盟汽车行业；另一方面，自由贸易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组成了一个反对关税联盟。他们认为关税将扭曲市场，破坏欧盟摆脱对内燃机汽车的依赖，从而减少碳排放的努力。欧洲市场研究公司 RoMotion 的主管罗伯茨认为，一旦触发争端，其反应和影响可能会引发贸易战。这对于一个仍严重依赖中国主导的供应链来实现高难度气候目标的欧洲地区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与此同时，被认为是史上最重要的第10届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异军突起，欧洲议会整体右转，也让外界担忧未来安全顾虑成为欧盟首要的政治考量。对经贸问题是否会采取更加安全化、更加地缘政治的视角？这是一种保护主义，保护主义的一个面向就是它的产品竞争力已经竞争不过对手，所以才会走向要加征关税的这种状况。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5周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互联互通正源源不断地释放新活力。6月11号，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虎在机遇湾区主题采访活动情况介绍会上，介绍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最新进展成效。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总量从2018年的10.8万亿元，到2023年突破了14万亿元，也就是说，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高质量发展潜力和动能不断释放，充分展现出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活泼生机。张虎向参加机遇湾区主题采访活动的媒体介绍，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4年位居全球创新指数第2，广东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7年位居全国第1，未来将着力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参加这次报道活动的香港博主高松杰表示，交通和通关越来越便捷，大家南下北上，常来常往，大湾区各城市之間一日生活圈日趨火熱。交通實在太便捷啦，咁亦都體現譬如搭高鐵啦，口岸越嚟越多啦，亦都譬如亦都有24小時嘅口岸關口啦，亦都方便我哋咧去上嚟。咁所以我成日都鼓勵年青人冇藉口話深圳遠啊，因為真係太快啦，18分鐘徒步。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校長倪明選教授對深圳衛視記者表示，辦學瞄準國家所需，國家需要什麼樣的人才，就培養什麼樣的人才。我們可以做一些在香港當時沒機會做到的。那我們現在重新做個新的學術架構，來為未來培養國家需要的人才。